柳如烟仗着我对她的深爱，竟让我替她和她的前男友养了10年的女儿。可后来她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大明星，而我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就在我带着女儿去认亲时，才发现我们早已被抛弃。她不但不承认她这个孩子，还派人来毒打我一顿。结果女儿心脏病发作，在医院抢救了3天才活过来。逐渐我的心也死了，我也查出了胃癌晚期。可她并不知道，还记得3天前我带着思思找到了她所在的别墅区，想要让柳如烟和女儿相认时，抬眼只见一幅不堪入目的画面：高大华丽的别墅，暖黄的灯光下，有一对男女旁若无人的缠绵，似乎想要用力将对方揉进自己的身体一样。思思惊呼出声，我及时捂住了她的嘴，但还是被男人发现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私会被发现，男人语气十分不善。柳如烟在他身后一眼认出了我，她急步上前拦住了想要生气的男人。宝贝儿，别生气，这是我老家的亲戚。怎么，如烟还有这种穷亲戚吗？他走前的时候，我终于看清了他的眉眼，也认出了他就是豪门太子爷伊藤诚。他和柳如烟的绯闻一直是城中热话，听说前不久还定下了婚约。不屑的目光将我上下打量一圈，伊藤诚嘴里发出一声冷哼，这种目光让我十分不自在。太子爷有钱，但看起来却没什么家教。伊藤诚铁青着脸，视线在落到思思身上时却停滞住了。没办法，思思跟柳如烟长得简直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一样。柳如烟紧咬下唇，一脸尴尬，让伊藤诚先回家去。伊藤诚皱了皱眉，没有多说什么就走了。等伊藤诚走后，柳如烟检查清楚周围没其他人，急忙把我们拉进他的别墅。不是说了别来找我吗？我现在可是大明星，让狗仔看见怎么办？我看着坐在沙发上生闷气的柳如烟，强压下心中的怒气，将缩在身后的思思推到他跟前，语气放柔，叫妈妈。思思怯怯的一声妈妈还没叫出口，柳如烟蹭的一下从沙发站起来，叫什么妈妈？我们当初约定好的，孩子归你，我可不要这个拖油瓶。随后厌恶的瞟了思思一眼，长得还没我小时候可爱。思思闻言扁着嘴，眼眶里瞬间盈满了泪水。我不满道，这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说这话还有人信吗？柳如烟斜睨我一眼，从包里掏出支票，缺钱花了是吧？给你10万立马消失，再也别出现。闻言我深吸一口气，平复心情后，我又重新开口，我这边出了点事，孩子以后要麻烦你。话还没说完，柳如烟一下提高声调尖叫起来，好啊，季伯达，我就知道男人靠不住，当初可是你说可以帮我养孩子，我才生下来的，现在你又把这个包袱扔回来给我，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你1分钱也别想要。思思扑进我怀里，轻声啜泣，爸爸大明星，妈妈好可怕。柳如烟一听讥讽笑道，原来你还假装是孩子爸爸呀，你是吗？真不知羞。我抬头看他，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，你别吓到他。哼，真是好叫人感动的父女情啊，我反而成局外人了。他发疯般把东西摔碎一地，将我们赶了出去。回酒店的路上，一群人突然拦住我们的去路，他们手上都有利器，将我和思思逼进小巷里。思思吓得只敢无声的落泪，为首的纹身男人凶神恶煞，季伯达是吗？你别敬酒不吃罚酒，少去骚扰不该骚扰的人。我一下警惕起来，什么意思？你说的是谁？话音刚落，一记拳头落在我的小腹上，那群小弟趁势开始对我拳打脚踢，暴雨般的拳头重重落在我身上。思思想要大叫，但被其中一个小弟死死捂住了嘴巴，最后他们将我打得吐出血来，才肯收手。纹身男人将手中的小刀向思思走去，思思突然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那群人探了他的鼻息，慌不择路跑了。我挣扎着起身，将思思送到医院去。医生说思思心脏病发，情况并不乐观，需要留院治疗。看着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思思，我的心渐渐冷下来。夜色正浓，我却睡不着，往事一幕幕开始浮现眼前。柳如烟是我的初恋，10年前我深爱柳如烟，鼓起勇气表白之后，她和我只交往了半年，嫌我拿不出手，就主动提出分手。不过分手之后，我们之间一直没有断开联系。她每次和新男友吵架，都是我去接她回家。后来她找了个富2代男友，还怀上了孩子。柳如烟在我面前炫耀说，她这回要飞上枝头，变成真正的凤凰了。但好景不长，柳如烟男友因为车祸意外身亡，她父母在得知孩子性别是女孩时，直接将她扫地出门。医生说，柳如烟如果流产，这辈子恐怕再难有孩子，但她坚持要把孩子流掉，理由是不能耽误她以后找金龟婿，子宫是我最好的武器。她死死捂住肚子，那时胎儿也有4个月大。我只觉得眼前这个女人简直疯了，她哪里还是当年那个像茉莉花一样纯洁的女孩，她已经完全化身为金钱的奴隶，每一滴血都流淌着魔鬼的气息。可是如果流掉了孩子，我以后就很难怀孕了。说到此，她蓦然哭了起来，双眼微红，一副小白花的模样。生了孩子就没人要我，我不如死好了。说罢，她一头就要冲向墙面，我一把拦下她，泪水湿了她的秀脸。季伯达，你帮帮我好吗？我呼吸骤然加重。好，把孩子生下来我养。她眼中转忧为喜，随即又重新换上精明算计的模样。我们约定好，你带着孩子走得远远的，不能让他回来认我。你放心。几个月后，我抱着思思远走高飞，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。那时的我当然是有私心，我爱了如烟那么多年，让她的女儿喊我一声爸爸，已经让我满足了。一直浸在回忆里，脚底的寒意慢慢涌至心肺，我忍不住猛烈咳嗽起来。旁边的护士见到，连忙抽了几张纸巾递过来，我故意躲远了，再将染血的纸巾丢掉。就在几周前，我查出了胃癌晚期，医生说我只能再活3个月。我想着柳如烟毕竟是思思的亲生母亲，由她来安排思思的生活最为妥当。没想到她竟然狠心到连孩子都不认。天蒙蒙亮，手机上来了一则陌生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那边传来冷漠的女声：季先生是吗？我是柳如烟的经纪人，有时间见一面吗？柳如烟经纪人将见面的点约在了他们工作室里，还特地嘱咐我不要搭工作室门口的电梯上来。会议室里，柳如烟全身名牌货，一派高傲的姿态，经纪人一开口就知道是个老江湖了。季先生，最近柳如烟压力太大，心情不太好，昨晚的举动纯粹无心之失，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听说你最近经济上遇到点困难，这里有50万，是柳如烟对你和孩子的一点心意。她的语气不容置疑，直接从包里掏出写好的支票，一下拍在桌子上。我相信这些钱也足够你们在乡下生活的了。柳如烟已经今非昔比，希望你们不要再骚扰她。我冷哼一声，我什么时候骚扰她了？女儿要找妈妈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柳如烟面色不悦，季伯达，我们早就已经约定好了，口头协议也有法律效力，你不能毁约。我
我微微一笑，请问当初的协议有说明女儿不能认你当妈妈吗？柳如烟一下噎住，经纪人快速从包里拿出一沓法律文件，口头协议的确不够完善，我已经连夜咨询了法律顾问，关于孩子的抚养问题，起草了一份新协议。季先生，你看看，没问题的话就签了吧。柳如烟不禁对经纪人流露出赞许的目光。我接过协议，一页页翻开，看得很仔细。柳如烟有些不耐烦，你看得懂专业的法律文件吗？少在那里装了，赶紧签名拿钱走人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只因为协议上面几乎全是对柳如烟有利的条件，我除了那50万，基本可以说什么都没有。柳如烟，他是要把路彻底走绝啊！见我一直不说话，经纪人在一旁补充道：“季先生，希望你能明白，柳如烟现在有着大好前途，她不可能认回那个孩子，更不可能抚养那个孩子的。”柳如烟迫不及待地点头附和：“没错。”经纪人不耐烦地扬手打断他：“我听说你们之间也有过一段情，你就当是为了帮柳如烟吧。”我冷冷地将协议甩向一边，抬脚走向一旁的绿植。我每走近一步，都能听见身后柳如烟和经纪人不断加重的呼吸声。我一下就从绿植里掏出针孔摄像机，直直扔在地上。这就是你们的诚意？恐怕我今天要是签名拿钱了，你们转头就会拿视频交给警察，告我敲诈勒索吧。我怒视柳如烟，思思她只是想和妈妈在一起而已，我和她从来没想过要害你。柳如烟将头扭向一边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始终不肯正视我。这种苛刻的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，你们的钱我也不会要。离开会议室不久，手机上自动弹出一条热搜：伊藤诚柳如烟订婚宴。我点进去才知道，原来伊藤诚和柳如烟的订婚宴定在了1周后，怪不得他们刚才那么着急要我答应拿钱走人，原来是怕我误了柳如烟的好事啊！你们给我等着，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